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思考致富》。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海里反复问自己，为什么有些人能从一无所有中崛起，抓住财富和成功，而我却总是在原地徘徊？那种无形的枷锁，仿佛是命运的琴弦，轻轻一拨，就响起心底的叹息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书，它不是空洞的鸡汤，而是如荒野中的灯塔，指引你从绝望的泥沼中走向光明的彼岸。主题很简单，却深刻到骨子里。你的思想就是你命运的建筑师。拿破仑·希尔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一位征服者，但他其实出生在1883年的美国弗吉尼亚，一个贫困的山区小镇。那里的日子像漫长的冬夜，寒风刺骨，机会渺茫。希尔小时候就目睹了父亲的挣扎，一个矿工的背影在昏黄的灯下弯曲，梦想被现实碾碎。你可能也见过这样的场景，在你的家人或自己身上，那种对未来的渴望却被贫困的枷锁死死捆绑。希尔13岁就开始工作，当记者采访那些从泥土中爬起来的巨人。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08年，他遇到了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。那位老人目光如鹰隼般锐利，对他说，年轻人，如果你愿意花20年时间采访500位成功人士，找出致富的秘密，我会给你介绍他们。希尔没有犹豫，他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像一个饥饿的旅人扑向 Oasis。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源于此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分享那些从苦难中提炼出的金子，帮助像你我这样普通人打破命运的枷锁。希尔花了25年，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洗礼，他的笔下不是理论，而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。现在让我们像拉开一卷旧胶片一样，慢慢复盘这本书的故事。它不是传统的小说，却像一部人生史诗，主角是你自己，一个在命运的河流中挣扎的旅人。希尔从一个简单的起点开始，欲望不是那种浅薄的贪婪，而是燃烧的渴望，像沙漠中的旅人渴求水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真正想要什么时，那种火焰会点燃你的整个灵魂？希尔讲述了埃德温·巴恩斯的故事。这个年轻人从芝加哥的贫民窟出发，只带着一个念头，我要和爱迪生合作。他没有钱，没有关系，只有那份如烈火般的决心。他坐着货运火车来到东奥兰治，敲开爱迪生的办公室门，像一个影子般等待机会。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，却没人买账。巴恩斯看到了，他说，我能卖掉它。没有人相信他，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不灭的光芒。他卖了出去，从一个推销员变成了爱迪生的伙伴。致富的种子就这样在坚持中发芽。故事继续深入，希尔引入了信念的力量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面对失败像被风吹灭的烛火，而其他人却如凤凰般重生？希尔用亨利·福特的故事来解答。福特想要制造 V8 发动机，所有工程师都摇头说不可能，像在漆黑的夜里否认黎明的到来，但福特相信，他命令他们继续做，直到成功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失败堆积如山，工程师们的叹息在车间回荡，但福特的信念如钢铁般坚硬。终于在一个雨夜，引擎轰鸣起来，那声音像命运的笑声，宣告不可能的枷锁被砸碎。希尔在这里停顿了一下，仿佛在对你耳语，你的信念就是你的现实。转折来了，希尔谈到 auto-suggestion 自我暗示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早晨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重复，我将致富，我有能力。起初它像涓涓细流，悄无声息，但渐渐的它渗入你的潜意识，像春雨润物。希尔分享了一个医生的故事，这个人用自我暗示治愈了癌症患者，不是魔法，而是思想的力量重塑身体。你有没有试过在低谷时对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？那种温暖会从心底蔓延开来。情节层层推进到专精知识的部分。希尔说，知识不是堆积的砖块，而是桥梁，你需要组织它，像建筑师规划蓝图。想想托马斯·爱迪生，他失败了上万次，但每一次都是知识的积累，最终点亮了世界。希尔在这里引入了智囊团的概念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像星辰般环绕你。卡内基的成功就源于他的顾问团队，他们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碰撞出火花，冲突出现了，性欲的转化。希尔大胆地说，性欲不是敌人，而是能量源泉，如果你能转化它，像炼金术士般转向创造，
那将推动你攀登高峰。许多伟人在中年时爆发出惊人力量，正是因为此，故事的波澜在坚持中起伏。希尔讲述了阿尤达比的故事。这个人在淘金热中挖了3英尺，就放弃了矿井，转身离开。买下矿井的人继续挖，3英尺后挖到了金脉，达比后悔莫及。那一刻的沉默，像命运的嘲弄。你有没有在某个时刻离成功只差一步，却选择了退缩？希尔用这个转折提醒我们，坚持是致富的脊梁。再到想象力组织计划决策，希尔说，想象力是心灵的工坊，你在那里铸造梦想，像华特迪士尼在破产的边缘画出米老鼠，那小小的铅笔线条改变了娱乐世界。计划必须具体，像地图上的坐标；决策要果断，避免拖延的泥沼。潜意识在这里发挥作用，它像一个沉默的伙伴，接收你的欲望，转化为行动。最后，希尔触及恐惧的6大鬼魂：贫穷、批评、疾病、示爱、衰老、死亡，这些如阴影般缠绕每个人。希尔的故事在这里达到高潮，他教你用积极思想驱散它们，像黎明驱散黑夜。通过大脑的协调，你能掌控命运。整个复盘像一条河流，从欲望的源头流经信念的峡谷，坚持的平原，最终汇入成功的海洋。希尔不是在讲抽象原则，而是在用这些人的血泪编织成你的镜子。书中最触动人心的场景，莫过于希尔描述他儿子布莱尔的命运转折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希尔夫妇得知孩子出生时耳聋，没有耳骨，医生摇头叹息，他将永远听不见。那种绝望像铅块压在胸口。希尔在漆黑的房间里踱步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你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当生活扔给你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，仿佛整个世界在崩塌。希尔没有屈服，他想起书中的原则：欲望加信念。他每天对着婴儿的耳朵低声重复，你会听见，你会说话。年复一年，那孩子在沉默中成长，但希尔的信念如琴弦般紧绷。转折在6年后到来，布莱尔第一次听到声音，收音机的嗡鸣。那一刻，希尔抱起儿子，哭泣声在房间回荡，像暴风雨后的彩虹。布莱尔后来发明了助听器，帮助无数人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思想力量的巅峰。它让你感受到从绝望到领悟的撕裂，那种情绪如潮水涌来，让你忍不住停顿，深吸一口气。原来命运不是铁板一块，而是可以被信念弯曲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思考致富的核心思想：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现实。希尔不是在卖梦想，而是在揭示人性的真相。我们生来就带着对抗命运的武器，那就是思想。想想那些关键词：生与死不是身体的，而是精神的；命运不是外力，而是内心的镜像。苦难如磨刀石，磨砺你的欲望。希望从信念中生根。人性中既有恐惧的幽灵，也有创造的火种。荒谬在于，我们常常自缚手脚；意义在于转化能量、爱与责任，推动你前行。活着的价值就在追求致富的过程中。对抗命运不是反抗，而是引导。哲理金句在这里浮现，一切源于一个念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改变思维，世界就随之改变，从绝望到领悟，再到释然。希尔教我们，致富不是金钱的堆积，而是心灵的丰盛。结合故事，巴恩斯的坚持，福特的信念，布莱尔的奇迹，都在阐释潜意识是你的盟友，恐惧是你的敌人。人生如一场马拉松，坚持者得胜。希尔升华到更高层面，财富是自由的钥匙，但真正的富足在于内心的平静与成长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富甲一方却空虚？因为他们忽略了精神的转化。希尔的哲理如一盏灯，照亮了人生的暗角。用积极思想取代消极，用计划取代混沌，用智囊取代孤立。最终释然在于明白，你不是命运的奴隶，而是他的建筑师。这本书不是教你赚钱，而是教你活出意义。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的心是否也跟着起伏？从那份初时的迷茫，到信念的燃烧，再到哲理的宁静。思考致富就像一首低沉的琴弦曲，提醒我们在生活的荒野中总有希望的火光。感谢希尔，他用25年的光阴为我们点亮了这条路。现在轮到你了，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个燃烧的欲望，等着你去转化成现实？下次睡前不妨问问自己，今天我为致富的思想做了什么？这个问题或许会改变你的一生。晚安，愿你的梦想如星辰般闪耀。